吃好喝好长生不老 Hello 大家好，我是地包杜比。书接上回，从海洋乌托邦号邮轮下来之后，我们就马不停蹄地打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经过了10几分钟的车程，我们来到了肯尼迪航天中心。其实邮轮公司也会提供航天中心相关的 tour， 不过因为时间合不上，我们就自己过来了。成立于1962年7月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是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进行航天器测试、准备和实施发射的重要场所。司机大哥说，就在前几天，这里刚刚发射了一枚火箭，行李箱需要寄存了才能入园。一进来就能看到各种航天器的模型。我们打算先参加园里的 bus tour， 因为观光巴士只运行到下午2点半。大巴上放着航天中心的宣传片。整个航天中心面积达到了567平方公里，大约有17000人在此工作。这里大部分场地是不对外开放的，它同时也是一个美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们现在所在的是39号发射台的区域，中间那栋带有 NASA 字样的建筑是飞行器装配大楼，体积有大约370万立方米。大巴把我们带到了阿波罗火箭发射中心。先站着看了一个介绍 NASA 阿波罗计划的影片，随后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可以坐着观影的地方。这是真实的阿波罗7号发射中控室。现场观看模拟发射还是很令人激动的。观影结束后，一出门就看到了巨大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它是在阿波罗和天空实验室2项太空计划中使用过的运载火箭，也是人类历史上发射过的最大火箭。这一整个透明的拆解能清楚看到火箭内部构造，也太酷了吧！这里能看到各种探测车，还能亲手触摸月球岩石样本。在月球影院里介绍着阿波罗11号载人航天任务，讲述了飞船在登月前与地球信号失联的紧张时刻，看着都替他们捏了一把汗。也正是这次任务，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了登月第1人。随他一同载入史册的，还有他的那句“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馆内还有其他与登月有关的展品，像训练手套、飞行连体服、阿波罗14号的指令舱、月球岩石收容器等等，非常值得来细细观赏。馆内有一个 Moon Rock Cafe，
吃些美式快餐，汉堡、三明治、披萨、沙拉、薯条、甜点和饮料。点了个双层牛肉汉堡，可以自己加番茄、生菜、酸黄瓜和洋葱，味道就这样。主要是这附近就这一家餐厅。接着我们坐大巴回到了参观者中心，一下车就被亚特兰蒂斯馆所吸引。沿着走道一路上3楼，先看了影片，介绍了航天飞机的制造概念和起降过程。随着影片的结束，黑色幕布慢慢变透明，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以执行太空任务绕地球飞行的姿态缓缓出现在眼前。现场看的时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重77.7吨，在1985年到2010年间，一共进行了17次飞行。2011年7月21日，随着亚特兰蒂斯号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安全着陆，美国30年的航天飞机时代也宣告终结，美国航天活动进入到后航天飞机时代。这里是一个驾驶室的模型，你可以坐进去模拟操作，体验一把当飞行员的感觉。这个交互式显示屏还会指导你完成一些与航天飞机操作相关的任务。楼下有个模拟太空舱进行多媒体演示，你可以点击屏幕选择感兴趣的话题，这时屏幕里的人就会出来讲解。我当然是选了食物啦，视频里就会介绍宇航员们如何饮水、进食，食物如何保存，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加了呢。这是从楼下的角度看亚特兰蒂斯号。这个滑梯模拟的是航天飞机着陆的角度和速度。坐上去的一刻，发现它比想象的更高，速度也更快。我们后来又去了 Shuttle Launch Experience， 体验真实的航天飞机发射过程，全程大约半小时。开始会有些剧烈摇晃及噪音，很有压迫感。冲上云霄的那一刻，真的觉得一切都值了。之后我们还去了火星馆，看到了新概念火星车和曾经火星车的模型。不知不觉就玩到了关门，其实还有几个馆没去到呢。在去机场的路上，司机大哥告诉我，原来这些湖里都是有鳄鱼的。我心想，还好没掉下去。当然，就算没有鳄鱼，也不需要掉下去哦。到达奥兰多机场啦！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来吃个晚餐。小伙伴说没吃过美式中餐 Panda Express， 那必须要来打卡一下。来看看都有哪些菜品：核桃虾、西兰花牛肉、橙子鸡、宫保鸡、芝麻鸡、春卷、照烧鸡，还有一些寿司、甜点和饮料。Fortune Cookies 1块7毛5一袋。最后要了3个菜加主食的套餐，价格是15.99，打完税是17.03。主食可以换成清炒时蔬，蔬菜都很新鲜爽脆，用了盐和蒜末来炒。北京牛肉应该和北京也没啥关系，牛肉油里拉过，偏甜带酱油香。Bourbon Chicken 没想到这么辣，也带点甜，所以是甜辣口的。这3道菜放完，盒子已经快装不下了。于是我的 Orange Chicken 被单独放在了一个小盒子里。Orange Chicken 是店里的招牌，
鸡肉和前2道肉菜一样，都是炸过且外壳还是脆的，裹的酱是酸甜口的，很难有人不爱吧？他家荤菜的底味都比较像，不过我就是很喜欢这种甜滋滋的口味。个人觉得 Panda Express 属于美式中餐里好吃的了。机场用餐区竟然还有个小型水族馆，也不知道这些鱼尝起来味道怎么样。吃饱喝足就去排队过安检啦。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总体来说，肯尼迪航天中心虽然部分设备有些老旧，但还是挺值得来探索一下的。了解航天历史的同时，也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航天中心会时不时有火箭发射任务可以观看，你可以上网查询 Rocket Launch Calendar， 提前安排自己的行程。我们这次因为是卡着邮轮的时间，所以没能看到火箭发射，稍微有点遗憾。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关注、点赞加留言，谢谢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